谁家门前有燕雀相和？岁月无风闹市无声，家中坐一坐，无人似我挚爱的轮廓。若来日有江风照面过，且还我不做那镜中客。梦看破往事一却也无，浓香烛淡墨书，红窗深处有尘俗。只是，太夫人，她能同意吗？这个你放心，侯府自有本侯做主。而且这种事儿，我母亲一般都不干涉。哦，那我就放心了。咱何日启程啊？去哪儿？前线运粮啊。运粮？哎呀，侯爷啊，你看，我们贺家是开瓷器铺的，他没粮啊。粮我已经凑齐了，我呢奉淮阳王之命督运粮草，我想借个人情，用商会的商队协助运粮。协助运粮？哎，这件事儿，往小了说，那是身外琐事。往大了说，那是汗马之功啊。反正日后都是一家人了。对嘛？一家人，一家人。哦，按礼法说，现下还不是，但是你和真儿那不是迟早的事吗？再说了，我有了身份，也好有个交代，不是？您说呢？哎，你慢点，贺公。慢点。百姓生死血泪，将士马革裹尸，我灵泉商界依赖的是大齐的硬币，若报国无门，又有何用呢？是，你我都责无旁贷呀！啊！是。父亲要我陪镇南侯去西北送粮。你们回去把人力抽调出来啊！快去吧，好，快去啊！走，告辞。啊！真儿，父亲，单是送粮，女儿可以，但您若还有卖女儿的心思，女儿不愿意。男婚女嫁是良缘速递，怎么就成了买卖了？啊，你能高嫁侯府，享福，贺家也能改换门驴，这有什么不好呢？他堂堂侯爷都愿意开这个金口，你为何不乐意呀？是，女儿10000个不乐意。你嫁入侯府当正妻，你不愿意？女儿要嫁，也不会嫁给他这样的人。他的为人我再清楚不过。父亲，他不必再说了。镇南侯，你非嫁不可。此事由不得在意。为了咱们贺家，你也得嫁，必须嫁。哼！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前方战事凶险，主将有令，不得前行。这谢夫人真是不识大体，
其实不让他们前行，都是为了他们好。各位，哎，夫人，我很能理解大家对战事的紧张和对亲人的担忧，但是正如你们所见，前方战事，军令在此，人都来了，那说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大家何不把力气用在正途上呀？说得好听，我们又不能上阵打仗，还有什么正途可言？就是啊，我们这些老弱妇孺能干什么呀？我夫君曾经也是一个整日在家琢磨琴棋书画的柔弱书生，可大战在即，他毅然奔赴沙场。既然真州的男子都可以为大旗出生入死，谁又说真州的女子不能稳定后方，为战事出力了？怎么出力呀？我们可以驻扎在此地，我们可以将房屋收拾干净，收集食物，寻医找药。前线若是短缺什么，我们可以出力；若是有伤者，也可以送来休养和疗伤。这样那些将士们就会知道，他们的亲眷，并不会分了他们上阵杀敌的心，而是和他们互为坚盾，唇齿相依。对，说的。回去吧。哪怕是男儿战死了，我们也会擦干眼泪，带他们回家。娘子，车马都清点完毕了，您请过目。准备出发吧。是。这几日多亏了贺娘子了，运粮之事才如此顺利。贺大千金，赵侯爷，贺某只是商贾小女，大千金之名可受不起。哎，受得起，受得起。没什么事，咱就出发吧。还有什么可算的？商户的女儿，不把这一路的吃穿用度再拨算核验清楚，还能做什么？不比你们这些王侯生来富贵。贺娘子这话有失偏颇了啊！如果能选择，赵某宁愿做一介布衣，想行医行医，想从军从军。这话说的真是轻巧。正因为你是侯爷，才能想做什么做什么，百姓哪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之前商会交给我的事，我会好好去做。但我父亲要你承诺之事，我不同意，更做不到。原来如此，娘子放心，到时候啊，在下不认账就是了。此事啊，都是令尊的一厢情愿，我无非就是顺水推舟，一切都是为了边关战事。不是威逼利诱，就是坑蒙拐骗。你与那淮阳王，果然是鱼肉百姓的一丘之貉。为了成全自己，不惜利用他人。我怎么就坑蒙拐骗了？你父亲鬼迷心窍，无端生出个是非，我就是再蠢再坏，也不至于拿这事当儿戏吧？再说了，那筹粮是为了我自己吗？我不想在家舒舒服服当个闲人。你以为我想跟众里轻易之徒打交道？你不许这么说我家！哎，我就说灵泉的商家不会是为了真州和朝廷才把运粮这事儿办得这么顺利吧？贺公，哎呀，贺公啊，你怎么还吃得下饭呢？何事这么慌张啊？大清早得到京城来的消息，这次淮阳王领兵去打仗，
是朝廷有意让他去送死，钱粮不支，也没援军，断无取胜的可能。要是如此的话，咱们的商队那就是有去无回呀！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快，去叫你妹妹回来，啊！无论如何，商队不能走。快去呀！哎，事不宜迟啊！不能走，不能走，都停下！此战必败，你这是去送死！迅速出发！走什么你？侯爷，您这是把商会往火坑里引呢！淮阳王这一仗，闭嘴！此事不可当众喧嚷，告诉父亲，商贾更加要守承诺，车队必须出发。就是父亲让你回去的，你连他的话都不听了。三妹，何真，好啊，你们不敢说实话是吧？我来说，大家伙听好了，把他嘴捂上！这一仗，大家继续。何娘子，你也回去吧。商会让我全权负责押送粮草，我既要带着他们走，也要带着他们齐齐整整的回来。若你二哥方才跟你说的那些是真的呢？商贾女子也有大义，真州军士们都不惧死，我又有何惧？好，出发吧。准备出发。好。我这里没有空位了，侯爷自寻他法吧。那不有位置吗？那是把式的位置啊，我。你。本侯督粮也要身先士卒，娘子不会以为本侯从小娇生惯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吗？喝大千金，上车。哭什么？还不够烦吗？你们家老温是火头饼，你自然是不担心。谁说的？那火头饼也在阵中啊！真要杀僵起来，谁管你是做饭的还是放马的？那我家长贵若是死了，那我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今日谁都死不了。死不了。这仗此前能打那么久，看来这敌手阿古善，除了会勇武，也是个会用兵的。既是个会用兵的，对新对手的第一阵，一定是试探实力、显扬武力为主。因此这第一阵，也就打不起来。打不起来？一见面就蛮干互殴，那是村头殴架，不是打仗。通过马呀，拉斯海！他们喊什么呢？不懂龙语，你给翻译翻译。龙部众人在恭祝老王妃身体康健，英雄连丰。
啊，这个意思啊。那初次见面，我们也不能失了礼。除了他们的老娘，连他们的生父、祖父母、外祖父母一并给我回敬过去。是。若是良将，此战就该准备坚守了。不到出击的良机，是不会出关决战的。那他们日夜赶路，难道不是淮阳王急着去决战吗？不会。就我这几日听到只言片语的军中布置，想必淮阳王是要与那敌寇耗到底。继续问候。是。主将，阿古斋有意要退了。他笃定时日漫长，分而治之，各守其地，才将我们安置在此。因此，此次作战大部行军甚急，并非赶来作战，而是要应付朝廷的军令。要坚守，粮草、辎重陆续都会来，出征前就会应备好的。好了，多谢神爷，歇歇去吧。帐子里凉，给你生了堆火。我不怕凉。我是郎中，谨遵医嘱。着了寒症，还得给你施针。从前，我有个女病人，胃寒，身子一直不是很好。一日夜里，她突然敲我的门来问诊。我看了她一眼，就把门合上了。为何？是个美艳女子吧？你是在乎清誉，还是怕自己把持不住？她腕上系了根红绳。真州风俗，只有已死下葬的人手上才系。我也是真州人，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我没有骗你。不信你看。无趣。这都吓不到你，胆子这么大呢？我再讲一个啊！你再说一个字试试。你哪来的人果？赵全，你不是胆子大吗？这有了巡防的这个名号，您今后来看夫人也方便多了，军眷们也更安全吧。最近没来，这儿倒是收拾的井井有条啊。这都是夫人在指挥安排和调度。若是遇到那种生病的妇人，夫人也会借出自己的马车带他们到临湘找郎中看病。夫人如今在后方吧，也能称得上是主将了。
那怎么有家药铺？夫人开的呗。军眷们经过长途跋涉，大多数也都水土不服，因此夫人就开起了药铺，想的是多替大家排忧解难嘛。温家娘子，你要的都在这儿了。哎呀，多谢崔家娘子，得亏有了你这药铺子了。夫君，你怎么来了？王爷派我侦查守备，刚好路过。哎呀，我们还想着这崔家家主得是何等俊俏，才能娶来这么好的娘子。今日一见，果真是一表人才啊！你也是个有福气的，日后能常常见到自家夫君。也不知道我家老温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我就不耽搁你们小夫妻团聚了。只求崔郎君能在军中多关照关照我家老温，他是火头兵温13，一打听都知道的。自是。拜托了，我先回了。那走。我过来就是想跟夫人说一声，别太辛苦了。嗯。那我继续巡视了。夫君。哎。你也是。哪来的野斑鸠？占人房屋还理直气壮，大胆荣贼！也不看看什么地方，就敢来撒野！此地一直是我外庄的产业，此前一直由家奴打理。战事之后，家奴携亲避难，家中便空了起来。你占我房屋不说，还糟蹋成这样，我没跟你算账就不错了。你嚷嚷什么呀？你也知道两边在打仗。我告诉你，这儿是我大齐的地盘。就是啊，你们迟早会被赶出去。你有地契有什么用？以前作数，如今不作数了。你拿来！给我！给我！没事吧？郎中，有没有坐堂的郎中？快来救救我们家夫人！我们这村子没有郎中，你赶紧带他去别处寻，别耽搁了。娘子，如今战事纷乱，我们实在到不了太远的地方，而且方圆几里之内只有这一家药铺子开张。求求您伸伸援手，救救我们夫人吧！我只能按照医书上的方子给她配一副稳胎药，但是好是坏我也没法说呀。怎么办？你们齐人不总是说死马当活马医吗？先给她扶进屋里吧。李妈妈，搭把手。哎呦这！你他这样子看着快要生了呀，这。你家夫人这么大个肚子，眼看就要临盆了，怎么还在这个时候赶路？孩子的父亲现身在何处啊？你官话说的这样好，想来在大齐生活许久了吧？你若是来投奔家人亲眷，我好帮你问问啊。我没有亲眷。眼下你们也没有旁的去处。既然那屋子是你的，你就暂时安顿在此处好了。我叫李思月，你呢？柳绵堂。你今日帮了我，我定报答你。夜深苦寒，给你温了壶酒。我不喝。我是诚心来跟你道歉的。
我进来了啊。特意给你温的，你就喝一口嘛。啊？怎么着？怕酒意上头，对我有非分之想是吗？放心，我能控制住。笑话。呵，酒量不错呀。难怪贺公说，贺娘子比寻常男子更豪爽大气。这样，本侯就放心了。放心什么？此地若真有什么鬼怪野兽，你定能保护好本侯爷。堂堂镇南侯，说话做事如此不着调。何为着调？像华阳王那样，整日板着个脸，老气横秋的指点江山？哎，你喜欢他那样的？我才不。你在我酒里放了什么？只是一点儿让你乖乖听话的药粉。我警告你，你若敢动我，我就宰了你。我等着。撤！这赵全，你这个停车！娘子，你醒了。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回娘子的话，咱们此刻正往灵泉镇去呢，眼下已经上了官道了。那这侯爷呢？侯爷带着几名亲卫和商队，押着粮草去金甲关了。娘子请放心，侯爷吩咐了，让我务必送您回灵泉镇，免得家主担心呢。这，他自个儿走了。王爷，大战在即，有眷属的军士们都去辞行了。夫人她来了这么久，只见了您一面。哎，行了，回来。哎，在。备马。我要去把这一切都告诉他，让他早一点知道，省得越陷越深。你先进去，把李妈妈叫出来。去。是。李妈妈，啊，王爷叫你先出去。怎么了？怎么了？今日想来，王爷是要对夫人说出真相啊！这，哎呦，作孽哟！
夫人怎么不吃啊？我不饿，你许久没吃家里的饭了。李妈妈手艺不错，你多吃点。哎。夫人，别倒腾药了，来，你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你也不是一个行医的，这店里面也没有一个像样的伙计，你怎么能给人抓药呢？赵神医给我的医书我还留着呢。再说了，久病成医，没有7分也有个3分医术傍身呢。更何况遇到重病的我根本不接，我都是送到外镇或者西周的医馆。那孕妇是怎么回事啊？她也是个可怜人。被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只身来到大齐，自以为是当家主母，其实是那个男子养在外面的外室。那个负心汉也是个商贾，这怎么能叫也是个呢？和咱们一样啊。只恨那厮借着走商之名，家里家外两头骗，他都肚子大了才知道真相。一气之下就主动提了和离。哎，我发觉你好像很同情他。我是佩服他，遇上了这样的阿杂荒唐事，他既没有妥协偷生，又没有被情爱蒙蔽，反倒是给他夫君下了和离书，一个人自谋生路。你看我干什么呀？夫君，你说实话，你如今到底在任何职？为何我问那守村的士兵，人家都不认识什么叫崔九的百夫长啊？夫人，其实我是淮阳王。又背着我偷吃呢，也不叫我。赵神医，柳娘子也在啊。坐。啊，你们俩会享福啊！做这么多好吃的，也不叫上我。你怎么来了？啊，我也从容了。我是军医官，没有这个休妻的百夫长官儿大。你也知道他休妻之事了？你也真是心宽，什么都往外说。他知道错了，和离书也撕了。你看在我的面子上，那也不能原谅他。咱也写，我给你找笔墨去。咱也写。坐。他就爱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你不是来跟我喝酒的吗？夫人，你看看哪儿能打点酒？我今日晚上跟他不醉不归。我看你也喜欢说笑。这百业太兴的地方哪来的酒肆啊？哦，哎，不过隔壁温家娘子家可能还真有啊。他家郎君是个火头兵，我去他家看看。行。有老娘子。说多了。还办着呢。我是还得办着呀，这不是拜你所赐吗？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你下次跟他说的时候，离我远点儿，我怕溅我一身血。那你别来喝酒啊，你走啊。饿了。我用他这个。他那把有杀气。夫人，夫人，家主呢？他没事吧？好着呢。赵神医来了，两人刚刚还嚷嚷着不醉不归呢。哦，那就好。哎，怎么不见李妈妈？李妈妈她可能回真州了吧？你怎么也跟赵神医似的，净说这些胡乱的话？
喝点茶吧。多谢夫人。哎，这个赵神医嘴巴真是没点遮拦，喝了没几口就泪眼婆娑，张口闭口说什么你死了也能安心，哪怕是为国捐躯，我还有淮阳王府照顾。若不是你在，我真想抽他2个嘴巴子。其实他说的也没错，王爷宽仁，爱民如子。那些烈属，王爷是会照拂的。你对你们王爷还真是百般拥戴呀。说到底，你们都是一样的人。此话怎讲啊？王爷同那莲娘子退婚，你留下了一纸休书。你们呐，都是那种打着为国尽忠的名号，只凭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置女子的霸道之人。夫君倒还好些，知错就改。那王爷可比你恶劣多了。王爷又怎么了？我听说那位王爷的风流官司可真不少，明明有了定亲许久的未婚妻，却还要四处招惹其他女子，惹得贺妹妹患得患失的。依我看，除了贺妹妹之外，指不定有多少无辜女子被他玩弄感情呢。夫人，那王爷要是知错了呢？王爷从小金尊玉贵，众星捧月般长大，那自是高高在上啊，根本不懂得如何尊重女子，更不会体谅女子的感受，何来的知错？你呀，就不要替你们王爷说话了。哎，对了，夫君，赵神医来之前，你说你是淮阳王什么？我是淮阳王本镇虞候，我们就是一支疏密队伍，负责去探查情报的。哦，夫人，时辰也不早了，我先带他回去了。退行照。啊！我怎么没在那个香香软软的坐榻上？我怎么回这破地儿了？想的倒挺美。我睡了几个时辰？1个多时辰吧。什么？醒酒的。哼。这么多家书啊！你清醒了？来来，坐。醒了啊？来看看。什么？这上面一半都说我意气用事，擅自做主，解除了婚约不告诉我的高堂老母，连姨母家的天啊塌了一半了，还有我那个连表妹。整日是以泪洗面，我要是不把这些个误会跟她说清楚了，她就终身不嫁，都是这些。如此说来，连表妹对你那真是情深意切，你也别太敷衍了。我敷衍？赵全，你看看这上面的用词，这明显都是我那个姨母替我母亲润的笔。话虽如此，那不正说明人家对你用心了吗？你想想我，啊，与我订婚的那位娘子，对我那是不闻不问，临到成婚的时候还给我
算了，不说我了。太生气了，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是福气啊！好，这是福气，我都给你。以后连家人要官你给，连家人上你家要银钱你出。我跟你说，从今往后，我那个姨母能日日上你的府上，干涉你的公事、你的家事、你的私事。我又不是淮阳王，你送我，你怎么不知道送我点好呢？你。我跟你说，我算是看明白了，连家呀，养不熟的白眼狼，要娶就得娶他们一大家子。你不是包容吗？都给你。我不要，这是你的家事，你早晚得理清，要不然呢，你永远在柳绵堂那儿没有办法交底。我这最边上了，还去哪儿？哎呀，如此冷清，连表妹又该伤心了。伤心，总好过日日对我抱着那些无谓的希望。哎，你打算如何跟柳绵堂坦白？坦白什么？不坦白了。为什么？你说的对，在我能坦白之前，我得先把我们家这些破事给处理干净。舟自流水过，夜烧灰日落。重逢时还不忘得去因果。谁偶然经过，一转身海棠飘落。爱对了错人的悲欢离合。谁不是千万里流云我雪，难相守亦相别，趟过春水游离秋节。一双人一横月，心与心更念，就藏于眼眸的明明灭灭。莫问庭前花，昨夜开几朵。莫追究心里半生烟波。放那些尘埃与纷乱，无知无休。听声远，想长空，还有许多。谁不是千万里流云我雪，难相守亦相别，趟过春水游离秋节。一双人一根月，相